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2025年的10月11号，这个日子成为了加密史上新的黑色星期五。此刻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全球的加密市场刚刚经历了一场技术性的大屠杀。比特币从11.7万美元高位坠落，一度跌到10万2千美元，最高的时候跌幅达到了 12%。以太坊呢更高一些，最高的时候暴跌 20%。山寨币呢 80%、90% 的闪崩比比皆是。更离谱的是 WB-ETH， 这是一款由币安发行，理论上与 ETH 1:1锚定的质押衍生代币，却在崩盘当中从4000美元一路插针跌到了430美元，接近10倍的跌幅。在币安上的另外一款代币 ATOI， 也就是 Cosmos 的生态的核心代币，从4美元暴跌到了 0.001 美元，跌幅接近4000倍。短短的几个小时，整个市场市值蒸发了数千亿美元，全网爆仓的规模超过了200亿美元。有人呢可能觉得200亿美元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你要知道2020年3月新冠暴跌时候的全网清算规模只有12亿美元。2022年的11月 FTX 崩溃，这个是绝对的加密黑暗时刻，也不过只有16亿美元，而这一次呢是上一次的10几倍。为什么市场一下子暴跌的这么厉害？社交媒体上有人认为是特朗普的关税引发了这场暴跌，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市场在高位后的正常回调，比特币到了一个新的高点，市场需要一个调整。但这里有个非常诡异的地方， ATOM 真的只值 0.001 美元吗？ WB-ETH 的底层资产是以太坊，而以太坊明明还在4000多美元，即便下跌了 20%， 也依然在3000多美元以上，但为什么包装版能够跌到430？它本应该是1:1的，这背后的机制要比这些猜测复杂得多。特朗普的关税其实只是这场风暴的一个起点，真正引爆危机的是币安交易所的一次系统性的技术故障。这一切呢，得从一个叫做 USDE 的稳定币开始，它从1美元脱锚到了 0.6 美元，引爆了循环贷的死亡螺旋，抽干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。随后呢，币安的位价系统崩溃了，错误的价格数据触发了错误的清算，又制造了更离谱的价格，恶性循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系统开始屠杀自己的用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这场崩盘背后的完整真相。你会看到50%的年化收益的诱惑如何变成悬崖边上的陷阱，循环贷的多米诺骨牌是如何一张一张的倒下，做市商集体的爆仓如何抽干流动性，以及中心化的交易所的风控系统如何在极端的压力下彻底的失效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暴跌，而是一场金融工程再加上技术系统的双重崩溃。这个事件呢，要从10月10号说起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自家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布了一则重磅的消息，从11月的1号起，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0%的额外关税，措辞异常强硬。他甚至写道，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需会面的地步。消息一出，全球市场瞬间震动，纳斯达克跌了 3.56%， 属于近年非常少见的单日大跌幅。原油重挫 4%， 美元指数下跌 0.57%， 铜价同步下跌。恐慌像病毒一样蔓延，加密市场也迅速进入了避险模式。比特币和以太坊短时间之内急速的下跌，但这个仅仅是一个导火索，真正的深水炸弹还埋在暗处，它的名字叫做 USDE。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，有人会告诉你，把钱存进一个稳定币，年化收益能高达到 50%。 在传统的金融世界里边， 10% 的收益已经算是很高了，但在加密的世界里边， USDE 循环贷能给你 50% 的收益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存入10万美元，1年之后变成15万，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抗拒。那 USDE 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快速的解释一下它的概念。它是一种合成美元的稳定币，由 Ethena Labs 推出，市值呢高达140亿美元，是全球的第3大稳定币。但它和 USDT、USDC 不一样，
USDT 和 USDC 背后有真实的美元储备，1USDT 或者是1USDC 对应1美元的现金或美债，而 USDE 呢，它的背后没有美元储备，靠的是一种叫做 Delta 中性对冲的策略。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要买一套房子，价值100万，但你担心房价的下跌，于是呢，你同时买了一份房价下跌的时候能够赚钱的价格保护的保险。房价涨了，保险这边亏钱，但房子升值；房价跌了，保险这边赚钱，弥补了房子贬值的损失。不论房子涨跌，你的总资产都差不多稳定在100万左右。USDE 的逻辑其实就是在加密世界里边做了同样的事情。它先持有一笔的 ETH， 比如说1000美元，同时在交易所里边开一笔等值的 ETH 空单 short， 同时呢，系统形成一个涨跌互抵的组合 ，ETH 涨，抵押资产变多，空单亏损，总值不变 ；ETH 跌，抵押资产变少，空单盈利，总值不变。最终呢，无论 ETH 的价格怎么波动，总的价值都接近1000美元。这个就是 USDE 能做到1美元锚定的核心机制，不靠银行，全靠抵押加上对冲。那它的收益从哪里来呢？这个就是 USDE 厉害的地方，因为这些空单是在永续合约市场里边开出来的。在牛市当中，做多的人多，做空的人少，所以做多的人要付资金费率 （funding rate） 给到做空的人，而 USDE 呢，恰好就是空头，等于每天都在收这笔费用，就像租出去的房子在帮你收租金。这个就是它能够提供12%到15%的年化收益的来源。但故事还没有完，真正让收益率暴涨的是所谓的循环贷。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：第一步呢，你存入了10万美元的 USDE；第二步，抵押这10万，借出8万的 USDC；第三步，再用这8万去买 USDE， 再存入；第四步，再抵押这8万，借出6.4万。如此循环3到4轮以后，你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40万的杠杆体量，原本15%的收益就可能被放大到50%的收益，甚至更高。这个就像用房子抵押贷款，再买房，再抵押，再买房，循环套娃，收益翻倍，但风险也同步翻了好几倍。10月11号的凌晨，当以太坊开始暴跌的那一刻， USDE 赖以生存的2根支柱也在同一时间开始松动。第一根支柱，资金费率，在正常的市场里边，做多的人比做空的人多，所以多头要付钱给空头。USDE 站在空头这一边，每天呢都在收这笔钱，这个就像稳定的租金收入。但一旦市场陷入恐慌，大量资金突然转向做空，资金费率瞬间从正变负， USDE 从收租金的房东变成了付利息的苦主，每分每秒都在流血。要知道 USDE 的核心收益几乎全靠这笔资金费，一旦变成负值，它就等于在市场当中靠烧钱来撑毛。第二根支柱，流动性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随时以接近1美元的价格卖出 USDE， 但在恐慌当中没人敢接盘，流动性呢就像被抽走的水，瞬间呢干涸。就在这2根支柱同时松动的那一刻， USDE 的稳定神话其实已经开始崩塌了。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没人注意的10月11号的黑夜里边悄无声息地倒下了，而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比谁想象的都更快。第二张骨牌，机构爆仓，真正的引爆点出现在一家大型的机构身上。这家机构在币安使用跨保证金模式，并将大量的 USDE 作为保证金开仓做多 ETH。当 ETH 暴跌的时候，仓位浮亏迅速放大，保证金不足，系统立即触发强制清算。为了偿还亏损的头寸，清算系统会自动的赎回并抛售机构抵押的 USDE， 将其换成美元或者是其他稳定币，用来弥补保证金的缺口。短时间之内，大量的 USDE 被集中的抛售，这个时候又没有人敢接盘，供需瞬间失衡， USDE 的价格一度暴跌至 0.6 美元，几乎腰斩。消息呢像野火一样在市场里边迅速蔓延，信心崩塌，恐慌性的抛售潮接踵而至。第三张骨牌，循环贷爆仓，价格暴跌的冲击很快传导到了那些高杠杆的循环贷用户里边，他们的本金被放大了4倍，杠杆呢也被放大了4倍。当 USDE 从1美元暴跌到 0.8 美元的时候，
抵押品价值下跌 20%， 仓位的健康度骤降了 80%。一旦触及清算线，智能合约自动的触发强制卖出，抛压进一步的加大，价格继续下跌，触发更多的清算，更多的抛售，更低的价格，死亡螺旋正式启动。许多的投资者直到爆仓的那一刻才意识到，所谓的稳定币理财其实是一场高杠杆赌博。第4张骨牌，做市商爆仓。随着价格崩塌，涉及流动性的核心角色做市商也被卷了进来。做市商呢是市场里边的润滑剂，负责挂单撮合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。就像菜市场里边的批发商处在菜农和消费者之间，确保大家随时能够买到菜。但许多的做市商也用 USDE 作为保障金，当 USDE 的价值腰斩，保证金大幅缩水，杠杆被动翻倍，原本1倍的多单瞬间呢变成了2倍的杠杆，强明线被触发，大量做市商被清算，流动性进一步的蒸发。当做市商被清算，流动性彻底枯竭以后，市场进入了一个失控的状态。刚才呢，我们把做市商比作菜市场的批发商，一头连着菜农，另一头呢连着消费者。他们被清算以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消费者走进菜市场，发现货架空了，想买的人排着队，但卖的人一个都没有。这个已经够乱的了，但真正让灾难升级的是币安的位价系统也在同一时间出现了故障。这套系统呢，本来是用来给市场准确报价的，但当它失灵的时候，就像混乱的菜市场里边，连计价秤都坏了。错误的价格触发了错误的清算，错误的清算又制造出更多的价格的异常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着一张，彻底连成了一条锁链。市场陷入了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，系统开始屠杀自己的用户，更准确的说是在屠杀币安上的那些散户。而价格异常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，因为位价系统在极端行情下失灵，币安对用户仓位的公允价格出现严重的偏差，清算系统以错误的价格强平用户仓位，反过来呢进一步砸盘现货市场。就在这场混乱当中，一幕幕荒谬的价格插针也出现了。WB ETH 币安上包装的以太坊从4000美元一路暴跌至430美元， ATOM 最低跌至 0.001 美元，几乎归零。 WBTC、WB Solana 等代币也同时脱锚。这并不是这些资产本身出了问题，比特币还是比特币，以太坊也还是以太坊，真正崩溃的是位价系统本身。那什么是位价系统呢？打一个比方，你开车导航，手机呢会告诉你前方拥堵，预计30分钟到达。这个不是 GPS 自己算出来的，它会参考高估的地图、当前交通信息，甚至路边摄像头的数据，多个来源取平均值才能得出一个公允的路线。币安的位价机制也是这个样子，它不会直接用自己平台的价格清算用户，而是靠多个主流的交易所 OKX、Coinbase、Kraken 等交易所的现货价格取加权平均，得出了一个公允的价格。但在10月11号的极端的行情里边，这个系统彻底的失灵了，全球恐慌，交易请求暴增，就像春运抢票，各大交易所的服务器被瞬间的挤爆了，订单部深度被抽干了，价格开始剧烈的插针。打一个比方， Coinbase 上 WB ETH 跌到了500， Kraken 上600， 币安现货700。位价系统取了个平均值600美元，但真实的市场价格其实还在3000美元以上，系统给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公允价格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恐怖片一样，所有持有 WB ETH 的多头仓位的用户保证金率瞬间变成负数，系统自动的强制平仓，它以600美元的错误价格把用户的 WB ETH 全部卖出，这些被强平的代币又冲进了现货市场，进一步砸盘，价格从700到500到430，位价系统再次计算新的平均，现在公允价格是430美元，又一批新的用户被清算，错误的位价，错误的清算，更多抛售，更错误的位价，恶性循环，彻底的放飞自我。 ATOM 跌到了 0.001 美元，荒谬到完全脱离市场的逻辑。这个不是市场的行为，而是一次系统性的技术故障。今天呢，我们也看到了币安的合一已经发公告承认，
这是一起由脱锚引发的系统性事件，他们正在审查受影响的账户，并制定补偿的方案。但这场灾难暴露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即使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，拥有最复杂的风控系统，在极端的市场压力下，依然脆弱的像玻璃一样。这一切的导火索不过是一条不足140个字的川普总统的推文。当流动性被 USD 的危机抽干，当恐慌性的抛售席卷市场，当多家交易所的价格同时失真的时候，整个价格的预言机制就失效了。系统开始清算自己的用户，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 BTC ETH 只跌了10%到16%，但山寨币跌了80%、90%。这个不仅仅是流动性的枯竭，更是一场系统性的技术坍塌。这一幕呢，其实并不陌生，它让我立刻想起了 Luna 的崩盘，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灾难。2022年的5月，一个名为 Luna 的加密帝国在短短的7天以内轰然倒塌。事件的核心是一个叫做 UST 的算法稳定币，它承诺高达20%的年化收益，吸引了数百亿美元资金的涌入。但当巨额的抛售让 UST 脱锚的那一刻，信心迅速崩塌，套利机制失效， Luna 开始无限的增发，价格从119美元一路暴跌到0.0001美元，超过600亿美元的市值灰飞烟灭，数十万人的资产化为乌有。今天的 USDE 事件与当年的 Luna 惊人的相似，高收益的诱惑，极端环境下的机制脆弱，价格下跌，信心崩溃，清算抛售，死亡螺旋再次重演，单一的资产危机再一次演变成系统性的风险。不同的是 Luna 是纯的算法，零抵押，而 USDE 呢背后有 ETH 超额的抵押，所以它没有像 Luna 那样归零，但教训依然如出一辙。Luna 崩盘之后，很多人发誓再也不碰算法稳定币了，但仅3年之后，面对50%的年化收益，人们又一次忘记了风险。哲学家亚塔桑纳说过，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，注定要重蹈覆辙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冷静地问自己一句话：在这样的加密市场里边，我该怎么才能够活下来？第一条，学会识别风险信号。很多的时候，风险并不是没有迹象。当一个项目告诉你年化10%以上还绝对安全，当它的机制复杂到你连一句话都解释不清的时候，当它被疯狂的营销满屏都是稳赚不赔的时候，当你搞不清楚它的这些储备在哪里的时候，这几个信号其实已经就够了。第二条呢，风险和收益永远是一体两面。USDT 呢给你3%到5%的收益，因为它的风险相对较小。USDE 给你15%，因为它在赌市场的方向。循环贷给到50%，因为它把杠杆叠到了天花板以上。收益越高，背后的炸弹也就越大。只是很多人直到炸弹爆炸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第三条，别轻易的碰杠杆了。我已经做过2期的视频谈合约和赌博的关系。杠杆在牛市里边像魔法一样，但在熊市里边它就是绞索，尤其是循环贷这种隐形的杠杆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汹涌，一旦风向反转，没人能跑得掉。第四条，不要以为极端的情况不会发生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20年3月暴跌，22年 Luna 崩盘，2025年 USD 脱锚。黑天鹅不会告诉你它什么时候过来，你也不会比别人更快一步。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以为自己能跑得掉的那一刻被冲垮了。第5条，活下来比赚钱更重要。巴菲特的经典，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。牛市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投资的天才，50%的年化看起来垂手可得，但市场真正考验的从来都不是谁跑得快，而是谁能撑到最后。也许这5条并不能让你发财，但是呢，它至少能让你不至于输得太惨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完整拆解了这场200亿美元爆仓的真相。第一层，表面原因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。第二层，流动性的危机， USDE 脱锚，循环贷死亡螺旋，做市商爆仓。第三层，技术的崩溃，未按未价机制失效，系统性的误杀用户，这是一场多层次的完美风暴。宏观政策的冲击，加上金融工程的缺陷，再加上
技术系统的脆弱，三者叠加造就了这场浩劫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BTC ETH 跌幅有限，山寨币却暴跌了80%到90%。为什么 ATOM 能跌到0.001美元？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稳定币理财当中还会爆仓？真正残酷的是，你不只要对抗市场，还得对抗系统本身。再成熟的机制，也可能在黑天鹅面前失灵，在庞大的交易所，也无法在极端中绝对安全。所以理解风险机制不只是为了赚更多，而是为了活得更久。好的，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把这支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炒币的朋友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冷静地看清这个市场。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